如果9月中旬这场发布会华为还会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台下观众全都举着台上要发布的手机。于总表示说，接下来我们要发布一款名字叫做 Mate 60的手机，来吧，大家都拿出来看一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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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长了1，变大了2啊，至少变大了2周岁，是吧？过去的这2周里面，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啊？但是过去这段时间可是发生了很多的好人好事。OPPO 表示你说的没错啊，你说的啊，那别废话了，咱们抓紧来表扬表扬，看一看哪些厂商。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下面开始。OPPO 表示，可算有人给我说句话了。没关系啊，和那些都没关系啊，咱们要聊的是 iPhone 15发布会就要来了。这场发布会有哪些看点？是否值得我们熬夜去看一看呢？咱们抓紧来分析。首先，在本周，苹果发布了他们的 iPhone 15的邀请函。注意看啊，这个邀请函呢，和以前可是不太一样啊。以前就是正常咬一口嘛，这次整个苹果这一半全咬没了啊。那么大家通过这次苹果邀请函上面获得了哪些信息呢？来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觉得这个邀请函他想表达是啥意思呢？啊，我来公布答案啊，这个各家媒体都已经分析过了啊，没错啊，这个邀请函上面呢就发布了本次苹果将会公布的 iPhone 15的新配色啊，确实你看有黑色对吧？有白色对吧？还有银色，还有蓝色啊，还有这个暗戳戳的绿色。所以啊，你看本来苹果可能没寻思啥啊，但是呢，大家已经帮他分析好了啊，这个里边是有这些信息的。那么那一天啊，别忘了好奇心上头。苹果的意思是你最好是，对吧？一消费就上头啊，那就可以了。发布时间9月12号的太平洋时间上午0点啊，也就是咱们这边的半夜凌晨的1点。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别忘了，如果你第二天没啥事儿干的话啊，欢迎晚上和我一起为你直播全程发布会，陪你一起来看啊。来问大家一下啊，想半夜看发布会打个1啊，不想看啊，第二天看看汇总打一个2。啥也不看啊，不看直播也不看汇总，直接掏钱就买的打一个3。看一下同学弹幕，看看咱们直播间里有多少老板是根本不看直接掏钱的呀。来看一下本次 iPhone 15 Pro Max 的新配色，这是本次新增配色之一，银色。当然这个拍照可能照不出来啊，它更多的是这种像银灰色的。但其实呢，我们从爆料出的详细信息来看呢，这次的这个银色啊，应该是一个主打配色。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新的配色，就是来吧，这2个新配色啊，满分100分，你觉得可以打几分呢？好，同学表示啊，我是一个活泼的人啊，有没有点青春靓丽的配色？库克表示那没问题啊。我们来看这次的 iPhone 15的标准版本啊，首先说明仍旧是双镜头的配置。坦白讲啊，在2023年，一款卖至少5000元以上的产品，仍旧是双镜头的配置。这次的话呢，整个的 iPhone 15的数字正代啊，采用的仍旧是这种比较淡色的，加入了中性灰的，稍微活泼一点的颜色。如果呢你怕过时，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择简单的黑白2色，是最扛得住时间的打磨的。相反呢，其他的配色呢可能会随着时间呢稍稍有一点点过时，是吧？那来问大家一下，你会选择黑白2色，还是会选择彩色呢？选黑白色打个1啊，选彩色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次的5款配色啊，从头都有1、2、3、4、5，你更喜欢哪一款配色呢？目前来说的话呢，预计中间这2款配色啊，仍旧是会热销款。你注意看啊，和去年相比的话呢，今年整个的配色会更加淡一点点，对吧？我现在怀疑苹果 iPhone 的生产工厂是不是没色了啊，没墨了。大家回忆一下之前 iPhone 12的那个时候，那个蓝色是吧，多么的惊艳，好多人把它叫拖鞋，好多人把它叫做塑料蓝是吧？啊，特别的蓝啊，海军蓝是吧？非常的漂亮。后来的颜色是越来越浅，越来越浅，你说这太淡了，这个淡蓝没水了。好，同学说别问啊，问就是环保，确实环保蓝。还有同学表示啊，都是一条生产线，墨盒一直它就没换，这怎么还押上韵了呢？那除了外观本身的一个变化之外呢，更重要的变化呢，还是来自于内核。
接下来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从新闻报道来看的话呢，本代 iPhone 15 Pro Max 的电池容量达到了4422毫安时啊，这是从目前知名爆料博主给出的爆料信息，从源头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从之前啊，更早前的啊，比如说7月份的时候，当时给出的一些预测的表示呢 ，iPhone 15这代的电池容量将会大幅度的提升。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它公布的最终容量呢是4422毫安时。是不是大幅度提升？我们肯定要对比前代，就是 iPhone 14的 Pro Max， 从4323毫安时去年的升级到今年的4422毫安时，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我们用计算器来算一下，升级足足多了2%的电池容量。大家觉得这个升级够不够大呀？广告词我都替苹果想好了 ，iPhone 15 Pro Max，iPhone 有史以来最大的电池容量，带给你接近1天的续航时间。反正就是这情况，没什么可调侃的。为什么呢？因为 iPhone 14 Pro Max 它本身的续航时间就是不错的。我们之前给大家详细的测试过，作为今年上半年来说，应该是续航最好的那一台产品，都不是之一了啊，确实表现还是很强烈的。所以呢，在提升了2%的电池容量之后呢，预计 iPhone 15的表现将会更好。来吧，看到这些升级点，那问大家一下啊，这次满分100分啊，你给 iPhone 15的全系列升级打多少分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有同学表示说会不会太大了呀？这不是我瞎编的啊，大家看弹幕上是这么写的，并非主播瞎编。别的不说啊，我能判断的是呢，当电池容量增大的时候，预计呢它的重量也会增大2%。哎呀，苹果，我可求求你了啊！你看我这手指头，这些年呢，就因为写字儿这个地方磨出茧子来了。然后呢，用苹果这个地方呢也，哎，这都算工伤是吧？行了啊，聊完了苹果啊，接下来就是你们所关心的，聊一聊华为啊，不用太聊了吧？这个华为发布会还用看吗？这过去这几天，我感觉这个信息轰炸啊，比我这过去1年聊的都多。行吧，这个产品咱们已经拿在手里了啊。那么从目前大家得到的消息来看呢，应该是在9月10号啊，或者再往后啊，比如说9月19号将会有一场华为的发布会。具体发布什么呢？谁也不知道，是吧？谁也不知道它会发布什么。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啊，你看这个弹幕，满屏飘的都是遥遥领先，是吧？我估计啊，如果9月中旬这场发布会华为还会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台下观众全都举着台上要发布的手机。于总表示说，接下来我们要发布一款名字叫做 Mate 60的手机，来吧，大家都拿出来看一看。好啊，既然大家都已经买到了，那么等一下我们就会解除封印，推出一版全新固件，大家赶紧接收一下。不吹不黑，过去2天的话呢，的确华为新品的发布在全网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度。而发布会上面呢，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一点啊，可以明确的将会出现一个瞬间，那个瞬间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注意看，我们在 B 站的科技美学频道呢连续发布了2期视频，里面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本次 Mate 60的方方面面啊，播放量还可以啊，1期300多，1期70多。这期视频呢引起了广泛的质疑，6大疑问。那疑问是什么呢？所有的观众啊都在弹幕上表示，主播没有手机，到底在聊啥？这确实是这个无稽之谈嘛。啊，这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这谁说我没有啊？谁说我没有机？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那么我们在发布视频之后呢，当你点开这条视频，就会发现几万条遥遥领先的字幕。不得不说啊，这个于总确实是潮流的引领者，我都看不见我自己。感谢于总，感谢于总啊，这绝对是数码圈顶流。大家觉得啊，遥遥领先这个口号满分100分啊，你给他打几分呢？哎呀，总之啊，这场发布会啊还是颇有看点的啊。即便他啥也不说啊，你就看他满屏遥遥领先啊，也是让人很欣慰的。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你看于总多高兴。其实啊，这个口号呢刚刚推出的时候啊，业界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为什么呢？就是我知道啊，很多同学啊不喜欢这种叠叠词，对吧？我说的没错是吧？就经常你看有一些这个电视里边啊，偶像剧里边那种发嗲的瞬间是吧？讨厌厌是吧？想喝水啊，好热热，哎呀我这受不了了。来吧啊，问大家一下啊，喜欢这种叠叠词的同学啊，打个1，就受不了了，一听这个叠叠词浑身起鸡皮疙瘩，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幕。难怪网上有梗啊，就这个叠叠词恶心心啊。所以之前业界对这个
对吧？对这个口号是不太看好的。之前都说的原来那个比较经典的应该是什么？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啊，这是比较经典。你这遥遥领先，遥，你这是吧？你说这弹幕小妍妍，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所以一开始啊，说实话啊，大家对于遥遥领先这几个呢，有一个并不是很明确的判断啊，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叠叠词就那么恶心心呢？啊，后来发现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各地呢对于这个叠叠词的运用呢，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而且叠叠词也不是很讨厌，对吧？就你瞅瞅，也分你怎么说。我觉得于总说这个遥遥领先这个就挺好，对吧？别人议论就议论去吧，爱谁想怎么议论都可以，咱就叭叭说，是吧？不用跟他们磨磨唧唧的。哎，这一天天的，这说点啥都有人议论，这没法说了，是不是？再说了啊，这一届年轻人最爱玩的什么刮刮乐嘛，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叠叠词的，遥遥领先。好了啊，这咱们说点正经的，是吧？前两天出差回来还路过济南这样的站啊，还是回到发布会本身，就像咱们直播开始所聊的，我个人觉得呢，不管怎么说，虽然啊大家也都已经对它连测试啊在线下购买实际拿到手里都已经了解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场正式的发布会。希望于总亲手的来给我们介绍这款产品的方方面面到底有哪些优秀的地方，希望由他的嘴里边亲口说出那句话，我们的这个产品遥遥领先期待。那这里呢还要额外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产品马上要开卖了，那么你会选择在线上购买还是会线下购买呢？线上购买打个1啊，线下购买打一盖，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上期视频呢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如果呢在线上购买的话呢，大概要等一段时间，目前来说是没有赠品的。如果去线下购买的话呢，你是不能带走的啊，为了防止黄牛，所以呢在线下购买是由店员帮你拆封，但是呢目前来说据我了解啊，线下购买呢会送你一些小礼品啊，比如说这个马克杯，是吧？就喝水用的，是吧？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看你自己的需求，如果想自己拆封的话，那么线上啊，如果呢觉得赠品还不错啊，可以考虑线下。这款产品在正式上市开卖之后啊，不光是国内，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啊。有多家媒体呢采访华为，希望透露一下华为什么时候在海外上市这款 Mate 60。从最新的消息来看呢，华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并不打算在海外市场推出 Mate 60。那么采访的外媒表示遗憾啊，觉得这么一款重要的产品不能在海外发布啊，确实是海外网友的损失。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请出科技美学主播，海外玩家，如果你喜欢这款产品，我可以帮你代购啊，对不对？是不是？让你们了解一下卫星通话加玄武架构，6999美元，我绝对不加你1分钱。主播就这么良心，是吧？良心好主播，经常看咱们节目的同学啊，特别是这些海外的留学生，多给咱们做广告，是吧？我可以帮你代购吗？这款产品呢，很多同学在实机上手之后啊，发现上方这3个孔很漂亮，是吧？很有辨识度。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这3孔起个什么名字比较好？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是吧？看看大家起什么名。目前呢，我们看到呼声比较高的几个名字啊，弹幕上也有啊，呼声比较高的名字有这个灵动啊、群岛，还有什么三鼎动人，这怎么还带方言的呢？这是谁起的？这是啊，一键3连啊，这个是比较适合主播来使用的，是不是？那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买到了这台华为的 Mate 60 Pro， 你会使用这3个摄像头的孔位呢，还是会把它隐藏起来呢？变成这个灵动岛的样子呢？会使用哪个啊？如果是露出来的啊，你打个3是吧？合起来打个1，看一下同学弹幕，看一看大家伙的选择。还有同学说表示叫3星啊，3星表示你要不想买我吧，你就别提我，好不好？这确实啊，这个一开始吧，我看着还确实有点吓人。但是看习惯了之后呢，还确实是，你说这3个开孔啊，在屏幕上方怎么看还是挺优雅的，是吧？但是呢，有很多同学表示啊，说现在只有华为有这样的样子，那我们其他手机可不可以呢？别人解决不了的，来科技美学直播间，我们帮你解决啊！来打开 B 站，这里啊，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华为 Mate 60 Pro 的原厂壁纸，各种各样比例，都是超清分辨率的，而且呢，可以用在平板电脑上，可以用在笔记本电脑上啊，都没问题。你也可以用在你的 iPhone 手机上，是吧？对不对？你用的什么？我用的是华为牌 iPhone， 对吧？你看这效果，什么叫效果拔群呢？这个
在我发出了这条动态之后，很多人呢纷纷晒出了他们的效果，你看是吧？小米牌的华为、三星牌的华为、vivo 牌的华为是吧？各种各样的华为手机啊，纷纷在评论区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壁纸一出，是吧？整个机器的腔调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啊！我个人的频道后台回复华为 Mate 60壁纸就可以获得。当然还有同学不满足，有人说表示为什么你们有开孔，我的手机没有开孔？我这手机就一个开孔啊，怎么回事？你们这个手机为什么有3个开孔，是吧？就一个开孔，你是咋回事？别人解决不了，我们帮你解决。接着我们又发了一条动态，在这条动态里呢，我们为你带来了多孔壁纸。任何手机啊都可以获得挖孔的效果，平板电脑也可以有3开孔，而且我们的壁纸看到了吗？里边是带传感器细节的，不像某些人提供的壁纸就是3个黑点，一点都没有细节。我们的产品啊，给你加上之后，保证你和原厂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啊，这是华为 Mate 60，我给你实际演示一下。这是 iPhone 14 Pro， 你看放在一起，看这个传感器细节，看到吗？灵动岛加灵动群岛。赶紧关注一下啊！回复关键词下载超高清壁纸，让你瞬间拥有超越华为手机的开孔体验。评论区很多同学晒出了三星牌的华为手机，是不是？你看这个效果，各种各样形状的华为手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效果非常好。还有同学表示说不行啊，主播没什么特点的，对不对？本身我已经是华为手机了，对吧？有一个叫拉言的主播在全网散布华为手机的壁纸，搞得现在我身边所有人用的都是这个样子，拿出来都是这样，一点特点都没有。我身为一名华为 Mate 60的手机用户，如何才能和别人不一样呢？没问题，我们还给华为手机的用户准备了专属壁纸。注意看，在下一条动态，啾啾，我不做人了，黄金之风专属壁纸怎么样？换上这张壁纸，保证你的 Mate 60和所有的苹果的 Mate 60、三星的 Mate 60、小米的Mate 60全都不一样，是吧？怎么样原厂壁纸超高清完完全全适配。还有人不信是不是？现场展示一下，满分100分，有科美出品的专属壁纸，你打几分呢？新人 UP 主拿研科技美学的后台回复华为 Mate 60壁纸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了。前面的都是开玩笑接下来呢，咱们要讲一点正式的事情了，大家严肃一点，不要再笑了。那么这次发布会的产品呢，我们看到大家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它的产品到底是 4G 还是 5G 呢？从我们测试的速度来说，目前来说我们这边测的是500多兆的速度，但是呢，在一些网络比较发达的地区能够测到800多兆的速度。那这个速度呢，显然它不是 4G， 但是呢，考虑到有人不要脸，可能要制裁，那么我们觉得呢，它可能也不是 5G， 对吧？至少华为它没有在这写，应该是要顾及到那边的感受。我这边也表示完全的理解，但是绝大多数买到了 Mate 60手机的这些用户怎么办呢？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上面是不是得展示出5G 但是呢，受限于制裁的风险，可能又不能展示。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地方显示 5G 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正在看咱们节目里边呢，肯定会有很多华为的小伙伴工程师还有高管。那么这些高管，请注意听我下面所说的话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在别的地方那都是收费的，知识付费199我们这块免费给你传授如何不显示这个地方保证它不受制裁的风险。不要分享本直播间千万不要泄露这个秘密。你注意看主播接下来的操作，注意保证没有任何风险。只需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你将会获得以下的壁纸。把我分享给你的壁纸设置成为桌面。注意看，不要眨眼睛。注意看，这是原厂华为出厂状态，是没有网络信号的，对吧？你不知道它是几 G， 但是在科技美学的直播间，你将获得一张搭载5G 标识的壁纸，无论怎样，它都是 5G。华为高管表示，明天来上班，明天千万不能让库克把它给挖走。实现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制作一张 5G 壁纸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完美的显示 5G， 同时又规避了那边不要脸的可能的制裁，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我是 5G 网络吗？不是 5G 吧，对不对？但是当用户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 5G？ 当然这里边肯定还有不满足的小伙伴表示说主播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5G 才什么速度我们都800了。没错主播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考虑的非常周到。你注意看这不是 5G 吗？你要不满足我们可以改可以换成6G。
7G、8、9、10G，对不对？都是可以的，是吧？你换成各种 G 都没问题。8G， 如果那边要制裁，那我们就换成4G 吗？如果这边高管表示啊，就人家那边的负责人表示不行，是吧？你几 G 我们都要制裁，我换成2G 可以吗？对吧？你这说不出啥吗？啊，你看我们这手机2G 手机，这还能影响到你们的安全吗？不要逼急了我，对吧？逼急了我们就改成 GG， 我让你用。主播不开玩笑啊，给你考虑的非常周全。你想要几 G， 科技美学都能给你提供，而且让你随时替换，对不对？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咱不妨就推出一个官方的主题包，对吧？实时换壁纸，根据时区换壁纸。检测是中国的东8区，哎，咱就是4、5、6、7、8G。一检测是太平洋地区，马上切换成2G， 不就完了吗？你是，难道他真的是天才，完美的规避了制裁？是不是？咱们这是一个严肃的直播间，好不好？咱们完整的解决了大家买不到华为 Mate 60手机的问题，完整的解决了 Mate 60手机啊缺乏个性化的问题，完整的解决了 Mate 60手机不能显示 5G 的问题。小小的一次直播啊，解决了这么多问题，值不值得你一个一键3连？好，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短暂的啊！咱们下面开始导购环节，你别切扰啊，这还没结束呢，才刚刚开始。我们同事说啊，这什么情况？说归说，笑归笑啊，是吧？这个关键时候你还得掏钱买啊。产品方面啊，注意看这个，除了 Mate 60 Pro 它比较贵之外啊，还有标准版 Mate 60啊。那据传呢会有6个配置啊，除了标准版之外啊，还会有这个256的啊、512的，还有1T 的版本，是这样子。那么标准版和 Pro 版本的主要差别呢，我们从目前有的信息来看啊，一个呢是直屏，一个是这种微曲屏。另外呢，标准版采用的是单挖孔。当然啊，咱们刚才说了啊，所有使用标准版 Mate 60的用户呢，你可以换用我们所提供的壁纸，就可以让你在1秒钟之内从标准版升级为 Pro 版本，不用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差别啊，比如说呢，标准版呢它只支持的是卫星消息，而 Pro 版本呢支持的是卫星通话。所以呢，如果你是比如说经常出海爬山，那么显然是 Pro 版本的话呢，会更加的安全。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影像系统部分啊，标准版本的话呢，稍弱于 Pro 版本啊，电池方面的 Pro 版本也会更大一点啊，这就是它们的一个差别。所以呢，综合下来，如果呢你经常出差啊，到一些有风险的地方，同时呢又对影像系统有需求，那么肯定是 Pro 版本是更值得的。那么如果其他的方面并没有那些需求的话，其实标准版本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在地上出门捡到了7000块钱，你会选择标准版还是会选择 Pro 版本？选标准打个1啊，选择 Pro 版本打一个2。好了，那么下面又到一个严肃的话题了啊。说归说，笑归笑啊，咱们得看看华为一出谁睡不着觉啊，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当年没被制裁之前，华为加荣耀啊，几乎已经来到了国内手机厂商的半壁江山的销量。那被制裁这2、3年的时间，华为的销量可以说是断崖式的下跌。如今呢，华为携麒麟加 5G 回归，你觉得谁受影响最大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华为回归，谁受影响最大？我们可以看一下统计报告啊，这是从2020年到2021年，正好是华为被制裁的那个衔接的年头。看这个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来自于 Counterpoint 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华为在没被制裁的时候是什么实力，被制裁之后又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数字可能看不太清楚啊，我们把它切换成为条形图就非常清楚了。注意看，最长的这一根就是2020年的华为，销量占据呢达到是吧？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达到30%以上，实力相当的恐怖。如果再加上荣耀呢，是不是半壁江山，对吧？那被制裁的2021年就暴跌至10%以下，你说这个制裁，对吧？那除此之外就要说了，哎，华为从长的啊这么长一根橙色的变成这么短的蓝色的，而其他厂商呢，从原来比较短的橙色的变成长的蓝色的，那的确原本的市场的那个销量呢，就被其他厂商所瓜分。那谁拿走华为的份额最多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什么意思？非常的简单。当年我们曾经分析过啊，华为呢被制裁，空出了一大片的市场。那我们当时就判断或者分析，谁能够接下来华为的这个高端市场。当时有几个判断啊，你说 OA 也好，小米也好，或者海外三星也好，能不能够借助华为被制裁这个空档，一下子收下高端市场？那咱们来看答案。
还是来自 Counterpoint 给出的统计数据，这是来自于2020年到2021年售价在2900元以上的高价位段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你可以看到黑色的是苹果，从原本的55%升到了60%，高价位的市场它拿走的最多。而原本这边红色的华为从13%暴跌了一半啊，变成6%。所以事实摆在这里，真正拿走了华为的市场的那个接下来那个市场啊，只有苹果这一家，对吧？只有苹果这一家，包括三星其实也在不断的下降。所以那我们这么判断回来的话，如今2年之后华为归来，那实际上呢要争夺的仍旧是这个高端市场，对吧？原本华为的低端市场的份额其实也没那么多。所以我们从现在啊纸面上判断，华为归来受影响最大的是苹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各地市场高端价位上面的一个销量排名啊。那显然全球市场所有的地方都是苹果一骑绝尘，那其他绝大部分地方呢都是三星，少部分的地方在中国区当然就是华为，在印度啊是一加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了。那么我们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华为大概经过多久能够从这个蓝色的10%份额恢复到当年这么长的30%的份额呢？大家可以打字幕上啊，觉得1年打个1啊，2年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幕。虽然我们都抱着非常乐观的预期，但是呢，咱们还是要说啊，苹果它的市场统治力是非常强悍的，生态的粘性也很强啊。华为要想从苹果的手里拿回高端市场，并不是一朝一夕啊。总体来说呢，还是应该先站起来，慢慢的稳扎稳打站起来，然后呢再走起来，再跑起来，最终再起飞了。加油华为啊！那说了半天，刚才咱们聊到了苹果发布会，又聊到了华为这次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在8月29号发布自己的产品啊，开卖没发布啊，直接开卖了。哎，你觉得华为为什么会选择在29号突然发布产品？这里各种各样的猜测啊，我有一个猜测啊，当天半夜苹果带来了他们的邀请函，对吧？那一天很疯狂啊，下午华为开始卖产品，晚上苹果的邀请函就来了。你说华为为什么那天开始卖？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为了要硬刚一波苹果呢？啊，觉得有可能打个1啊，觉得不可能啊，就是凑巧打一个2，看同学的幕。反正之前很多爆料人都表示啊，说这个华为应该是9月10号啊去召开发布会，和苹果来一波硬刚啊，但是没想到这连邀请函我也要刚他一下子，是吧？啊，当然这是我瞎猜的啊，也是确实有一部分网友也是这么想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啊？是与不是呢？那就只有华为的高管知道了，对吧？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华为的高管，我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选择在8月29号那天？如果你是为了硬刚苹果啊，你就不用吱声了。如果你要是觉得和苹果没什么关系啊，就是凑巧发布了啊，你就打一下圆周率后的15位。我看一看这个高管是怎么说的。华为啊，选择在这天发布啊，确实影响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华为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得硬刚苹果一下子，是吧？我猜的啊，我这么猜的啊。只要有苹果的这个消息啊，咱们一定要和它正面的碰一碰啊，看看谁争取的热度更高。一般来说吧，就是苹果发布会流量黑洞，绝大多数厂商呢都避而不及的，是吧？都在让开。华为这波就是一波正面的跟你比拼一下。那其实不光是华为啊，很多厂商都想避开苹果的那个13号的发布会。比如啊，在8月29号那天下午啊，有一场发布会，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啊，我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在8月29号的下午，还有一场发布会是来自于 OPPO 它所带来的折叠屏的产品。知道同学打个1啊，不知道同学打一个2。你看你们有可能不知道啊，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啊，是有一场发布会有新品的。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大家就了解了，是吧？反正由于华为呢要硬刚苹果啊，所以也发生了很多事儿，搞得呢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那 OPPO 可能也是这么想的。OPPO 说大哥你啥意思啊？你要硬刚苹果，我这都理解啊。但是你看看我，我是 OPPO 啊，我不是 Apple 啊，我啊，你是不是看错了呀你啊？这啥呀这是啊？啊是吗？看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啊 ，OPPO 啊，你这个好，不说啊，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本次发布会 OPPO 所带来的新品。那由于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场发布会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不能让优秀的产品呢，因为哎，看这个女明星这个姿势应该怎么摆？
OK 啊，那本周呢发布了 OPPO Find 的 N3 Flip 啊，是一款非常漂亮的纵向小折叠屏机型。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姐妹们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款产品啊。外边的这个小屏幕啊，纵向小屏幕好像一个化妆盒一样，很漂亮。而且呢，可以通过前面的自拍。那整机呢，我们做了详细的测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家测的频道里面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总体来说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啊，而且呢，它的影像系统部分呢做了重大的升级，应该是目前小折叠屏里面拍照能力最强的一款产品了，相当的不错。除了手机之外啊，当天呢还发布了这款的 OPPO Watch 4 Pro， 那我们也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啊，这款产品同样实力强劲，甚至呢还可以测一测它的游戏性能。之前我们在视频里介绍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你这假的吧，这是不是录像啊？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它运行一些3A 大作啊，铁拳右上角有帧率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帧率呢，勉强能玩吧，30多帧。呀，你敢踹我？哎呀，那你看我的体术是吧？不废话啊，反正是一款比较强悍的智能腕表啊，应该是我们从测试下来呢，是目前安卓阵营性能最强的腕表，没有之一。而且我之前一直追求说有没有那种长续航的腕表啊，大家知道长续航一般功能都很弱，但是这款手表因为采用了2个芯片，它既可以长续航，也可以功能很强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又强又持久啊，是目前唯一的这么一个系列。总之啊，在这一天里 OPPO 带来了2款重磅产品啊，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简单介绍，大家可以到大家测里面去详细看这2个产品的测试。大家看清楚啊，我们是 OPPO 啊，我们不是 Apple 啊。OK 啊，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好人好事啊，不知道这些厂商你觉得谁更值得表扬呢？如果还想看到主播疯狂表扬各大厂商所做的好人好事啊，欢迎大家点一个关注，求求你们了，点个赞再走，要不然下周大概率啊你就看不着我了，看着我你还能长大1周岁，是不是？那我是大爷，这里是科技美学，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到了上电视时间，杂面条同学说啊 ，iPhone 14 Pro 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低电量模式它不再强制弹窗了。确实，以前经常用 iPhone 嘣弹出一个低电量的提示，打游戏的时候很烦人。现在终于不弹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啊，灵动岛啊，低电量的时候都在灵动岛显示。当初推出的时候大家都吐槽，现在知道灵动岛香了吧？库克表示，幸亏有这么一档科学表扬节目，要不然谁知道我们苹果的苦心呢？很多人盼望着 iPhone 15，但是已经有人买到了。一时爽同学说我已经买了，确实不错，能用 Type-C， 而且呢还能安装安卓的 APP， 非常好。老板还贴心的给我安装了谷歌相机。不是，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一定要买这个加利福尼亚生产的苹果，其他地方的苹果都不一定保熟啊。上一期我们介绍了 iPhone 的测试版固件啊，会把挂断电话改成右下角，对于左利手的同学显然不友好。当时我们还建议呢，苹果最好改到中间来。一长串名字同学说啊，主播你信息落后了啊，测试版又改回来了，挂断键变成居中了。我一看苹果确实新版固件已经改回来了啊，使用 iPhone 15呢就不用担心左利手了。这说明啥呀？这说明苹果的高管也看咱们节目啊，对吧？咱们说啥他是真信，也是真改。所以呢，以后啊，各位公司的高管看咱们节目啊，你就不用收着，有啥想法你就说吧。来吧，大家报个名，大家都是哪家公司的高管啊？可以把你们的名字打在弹幕上。要不说观众里边卧虎藏龙，你们还不信？缺氧同学说 iPhone 15 Plus 如果上120赫兹高刷新率的话，那必须得买。花栗鼠同学说的很好啊 ，iPhone 15 Plus 能上高刷新率？你猜一猜，苹果为什么叫 Pro Motion？ 简单的说呢，你得会断句儿，就是只有 Pro 才能 Motion。不是 Pro 的 iPhone 啊，你就60赫兹就可以了。9月份非常的热闹啊，还有1周的时间，2大巨头就要开战。一个是因为制裁没法使用 5G， 自主研发突破了还不能显示 5G。一个是因为怕制裁，不得不上 Type-C。那么 5G 大战 Type-C， 你更看好谁呢？咱们下周再见。